大家好，我是 Roland。几天前，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机场，一架来自新加坡的空军军机停在停机坪上。这是一架飞越几千公里来到中东的撤侨飞机。它的任务只有一个，把新加坡人带回家。来自海湾各地的新加坡人正在以此登机。他们来自不同城市：卡塔尔、多哈、阿联酋、巴林，还有其他海湾国家。很多人已经好几天没有真正睡好，飞机还没有起飞。就在机舱慢慢安静下来之后，一名新加坡空军军人说了一句话 "Welcome home"，欢迎回家。很多人后来回忆说，就是在那一刻，他们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这四个字的重量。有人看向窗外，有人轻轻点头，也有人悄悄擦掉眼泪。当机长宣布飞机获准起飞的时候，机舱里传出一阵明显的松了一口气的声音。飞机离开跑道的那一刻，有人开始鼓掌，接着一个声音慢慢响起，有人唱起新加坡国歌 Majulah Singapura。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整架飞机的人一起唱。那一刻，很多人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国家并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方，它是一种归属，也是一种当事情变得危险时，你知道自己的国家会来接你的感觉。但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从飞机上开始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在中东工作的新加坡人，他和家人生活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在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Qatar 工作。他的两个孩子，12岁的儿子 Sahil， 10岁的女儿 Maya， 他们在当地上学。妻子 Melasi 则负责照顾家庭，让生活保持稳定的节奏。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多哈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他们从未想过战争会突然靠近。但2026年2月28日，中东局势突然升级，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随后伊朗展开报复，导弹不仅飞向以色列，也飞向海湾地区，包括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和沙特。在局势最紧张的几天里，超过100枚导弹被发射到卡塔尔方向。虽然大部分导弹被当地防空系统拦截，但对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战争已经不再是电视新闻里的画面。他们发现家里最安全的地方是1楼的一个小角落，大约2米乘以2米，靠着柱子，没有窗户。每当警报响起，全家人就会立刻躲进去。最难承受的其实不是爆炸声，而是警报声。每一次警报响起，都会让人的神经瞬间绷紧。在夜里，当拦截导弹的爆炸震动房子的时候，整栋房子都会轻微晃动。那时候，两个孩子会紧紧抓住父母，他们一直试图理解一件事情：为什么导弹会从他们头顶飞过？作为父母，他们尽量保持冷静，哪怕自己的心跳其实也在加快。随着战争扩大，中东多地空域风险迅速上升，一些航空公司开始取消航班，一些航线被迫绕行。原本每天都有的航班，很快变得越来越难订，航班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外国居民开始考虑离开，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场战争会不会继续扩大。而就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寻找离开的方法时，世界各国政府也开始面对同一个问题：如何把自己的公民带回家。但很快，人们发现要离开中东，并不是买一张机票那么简单。对生活在海湾地区的外国居民来说，一个现实问题开始出现：如果局势继续恶化，他们还能不能顺利离开？于是，各国政府开始行动。美国最先启动撤离计划。美国政府主要采取的是政府包机撤离。美国国务院协调航空公司安排撤离航班，并要求部分驻中东外交人员家属离开相关国家。欧洲国家则采取另一种方式，欧盟成员国之间进行协调，组织联合撤侨行动。不同国家共享航班资源，通过共同安排撤离航班，把各国公民一起送出中东。在冲突升级后的几周里，欧洲国家一共安排了40多架撤离航班，帮助4000多名欧洲公民离开中东。中国则主要依靠民航系统。中国外交部门协调航空公司增加航班运力，同时组织集中航班，把在中东工作的中国公民送回国内。根据公开报道，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有1万多名中国公民从中东返回中国。
印度的做法则是政府与航空公司合作，印度政府协调航空公司增加航班，同时为在中东工作的印度公民提供回国航班选择。在卡塔尔等国家，就有1000多名印度公民通过增加航班返回国内。可以看到，当战争爆发时，各国政府都会做同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公民带回家。但不同国家采取的方式并不一样，有的依靠商业航班，有的依靠政府包机，有的通过多国联合撤离。新加坡在中东的公民数量并不算特别多，但分布在不同国家。如果完全依赖商业航班，很多人需要多次转机，甚至要跨越多个国家才能回到新加坡。而在战争环境下，航班随时可能取消。就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派出军机执行撤侨任务。执行任务的是新加坡空军的大型军机 A330 MRTT 多用途加油运输机。这种飞机平时主要承担远程运输和空中加油任务，是新加坡空军最重要的战略运输平台之一。3月10日，第一架军机从新加坡起飞，飞往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在那里，新加坡外交人员已经协调在中东不同国家的新加坡公民集中前往利雅得集合。随后，这架军机把第一批人员带回新加坡。第一批撤离人数是218人。几天之后，新加坡又安排了第二次撤离行动。3月12日，第二架军机飞往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接应另一批新加坡公民。第二架飞机随后返回新加坡，带回81人。2次行动加在一起，新加坡总共帮助299名新加坡人及其家属安全返回国内。对于很多乘客来说，最难忘的并不是这些数字，而是当他们站在利雅得机场，看见那架印着新加坡国旗的军机时的感觉。很多人后来回忆说，在那一刻，他们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国家真的来了。平时很多新加坡人看到军队，往往是在国庆阅兵、军事演习或者新闻报道中，但在那一刻，他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意义。新加坡的士兵飞越几千公里，来到一个局势不稳定的地区，只为了把同胞带回家。在飞机上，士兵帮助乘客安顿座位，为大家发放食物，也会特别照顾带着孩子的家庭。这是一种很多人平时很少看到的服务。因为新加坡军队不仅仅是保卫国家边境，有时候他们也会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地区，只为了让同胞安全回家。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新加坡只是一个人口400多万的国家，面积甚至比很多大城市还小，为什么在中东战争这样的国际危机中，新加坡可以迅速派出军机，把自己的公民带回家？这背后是一整套长期建立的国家能力。首先是外交网络，新加坡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完善的使馆体系。当危机发生时，使馆能够迅速联系在当地的新加坡公民，了解情况，并组织撤离。其次是国家协调能力，这类撤侨行动通常需要多个部门同时合作。外交部负责联系公民和协调当地政府，国防部负责安排军机和执行任务，大使馆负责现场协调人员集合。这些系统平时看起来很低调，但在危机来临时，他们必须像一台机器一样迅速运作。第三是军事能力，新加坡空军拥有能够执行远程运输任务的军机，这意味着当政府做出决定时，不需要临时寻找资源，飞机、人员、行动计划都已经准备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后来会说，国家实力并不只是看国家大小。当那架军机离开利雅得机场的时候，机舱里的情绪慢慢释放出来，有人开始鼓掌，接着有人唱起新加坡国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整架飞机的人一起唱。那一刻，很多人突然意识到，国家并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块土地，国家是一种在危机时刻可以依靠的存在。很多在新加坡长大的人习惯了稳定的生活，很少真正思考和平是如何维持的。但当一个人短暂地生活在冲突地区时，他会意识到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来自谨慎的外交、稳定的制度，以及那些每天默默维护秩序的人。当那名新加坡空军军人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Welcome home， 那不只是一句问候，那是一种承诺。
无论新加坡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当事情变得危险时，国家会尽力把他们带回家。如果你也在海外生活过，或者你也思考过一个问题：当世界局势变得动荡时，一个国家究竟能为自己的人民做什么？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也别忘了订阅频道，我们会继续用更清晰的视角，一起看懂世界，也看懂新加坡。